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卡。再加上有一些热播的电视剧，比如说《20不惑》《30而已》，都有一些关于职场话题的探讨。首先，我发现无论是职场新人还是职场老人，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才算是好工作？到底是选自己喜欢的，还是收入高的？是选小公司还是大公司？是选稳定还是选有挑战的？我自己其实对于一些职场的选择和一些职场的问题的看法是有一直在变化的。可能因为最早是职场新人，后来变成职场老人，后来自己创业又变成一个公司的管理者，可能在看的这个维度会不一样，然后得到的很多的结论也会不一样。这几个2选1看起来好像都很矛盾，其实你只要仔细排除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并没有那么矛盾。就说我自己吧，我现在都会跟大家说，一定要选你自己喜欢的工作。那可能你们听到就会在想，你自己现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挣到钱，你当然可以这么说啊，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刚刚毕业的时候的例子。其实我大4的毕业实习是在一个通信技术公司，我记得我在那里实习了大概有4、5个月的时间，但是到我真正毕业的时候，我还是投了很多简历到报社，很快就顺利的通过了面试笔试，然后被羊城晚报集团录取了。收到通知以后，我就兴高采烈的去辞职了。我还记得当时管我的总监当天就约了我说，我要跟你聊一下。几轮谈话下来，他就把我的薪酬一加再加，加到了1万多。这个薪酬对我当时来说几乎是没有办法拒绝的。然后我也纠结了很久，我当时是在心里想，我读了4年的新闻，然后我本身也很喜欢写，我也觉得我应该是能当一个好记者的，因为我在大3的时候也在报社实习过。那我觉得，如果我不去试试看的话，我以后一定会非常不甘心。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蛮庆幸当初自己有勇气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会越来越发现，喜欢一件事情可以无限的激发你自己的潜能，而当你自己变得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其实你的收入是不会低的。到了报社以后，我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没日没夜都在工作的状态。我已经记不清我在报社有通宵过多少次加班，当然它的回报也是非常显著的。就是现在很多人提到我会提起我在南都工作了10年的经历，但是其实在南都之前，我有1、2年是在羊城晚报集团的新快报工作的。因为我当时觉得新快报的整个环境非常的有活力，就是当记者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稿子代表了你，哪怕他们不认识你这个人，但是他们看到你的稿子，他就会知道你的能力在哪里。所以很快南方都市报那边就有人来找我，问我说你愿不愿意过来。第1年我拒绝了，但是第2年我就犹豫了很久。当时周围有很多人跟我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但我后来还是选择了去南都。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当一个很厉害的人不重要，但是我希望我可以跟很厉害的人一起工作，因为跟厉害的人一起工作，我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厉害。所以经常有人问我说，到底是选小公司还是去大平台？其实我觉得大和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平台里有多少成长的机会。我自己是没有这个困惑的，因为我从小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家。我有一个闺蜜，就是毕业以后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就回了家，然后现在每一年在她生日和我生日的时候，我都会收到她的灵魂拷问，就是如果我当初不回家，我的人生会不会完全不一样？那你说她现在过得不开心吗？其实不是的，她的生活也过得非常的安逸和幸福，但就因为她当初没有体验过另外一种生活，她始终都觉得不甘心。所以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一定会鼓励你都试试的，因为你只有体验多了，经历多了，你才能够更理性、更准确地做出判断，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最近经常看到有人说一句话，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其实人生不是2选1，真的很难
很单纯的、直接的去说到底哪个是更重要的。无论是以前当记者还是当博主，其实我都遇到过很多很厉害的同行，但他们也许没有我那么幸运能被这么多人看到。那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吗？并不是的，是因为我们在当下做了不同的选择。对的选择确实是可以让你省很多力。我并不否认努力的作用，因为我觉得你的选择做得再对也好，如果你不努力，那也是没有用的。但是有选择的勇气，给自己选择的思考空间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让自己停下来想一想，我到底要什么，我要朝什么方向而去。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可能是你的低谷，或者是你的徘徊期，往往就是你做选择的最好的时机。你要给一段空间，给一段时间，给自己在每一个职场的不同的阶段，让自己沉下来想一下，我到底要选什么。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战略上的懒惰比战术上的懒惰更可怕。在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你先去试试那些你不讨厌的事、不讨厌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许会慢慢的找到自己喜欢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像我的好朋友 Echo 说的，为你的简历而工作。当你开始为你的简历而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地判断一个工作机会到底值不值得你付出努力，到底会不会被你写进简历里，而且还会为你未来的工作和自我升职加分。你在做判断和选择的时候，会变得非常有目标感。如果你有什么关于职场关心的话题或者困惑，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次还可以再来聊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